如果你用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来形容这个2026年丙午马年的话呢，你会选什么字呢？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字比较贴切这个丙午年的，就是一个烈字。烈啊，烈，对，这个烈就是那个太阳很猛烈的烈。哦，烈其实不只是一个很亮很热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说它是一种蔓延。比方说就是说我们的世界各地现在的这个局势也是很动荡，就是说今年可能会蔓延下去。那么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命理来讲的话呢，今年可以讲是一个科技爆发年，就是说它是代表改变跟改革。在一个进步中的国家来讲，其实是好的。它的变化虽然是有摩擦，但是也是代表一个真相。那到底今年会不会可能有战争呢？就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这些年份来讲的话，它都是代表着一些改革、一些创新或者一些变化，所以也是有一些是有天灾人祸或者是战争。因为很像在1966年的时候，就中国也是文革是很动荡的。哇，艾斯也知道这个是。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欢迎你收看以及收听这一集的开门见商。这一集呢是我们的新年特别节目。那每一年呢来到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快要过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要来为企业把脉啊。而要把的这个脉呢，是透过风水、透过玄学的方式呢，来看一看今年在马来西亚的企业到底会有一些怎么样子的运势，以及整年我们的国运到底会是长得怎么样子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开心，我们请到了这一位，其实我也是认识了有一段时间的风水老师，那就是 Max， 欢迎你 Max。谢谢艾斯。其实我叫你风水老师这样子的称呼是对的吗？命理师也是可以，风水师也是可以。OK，好，那 Max， 我虽然跟你认识已经有段时间，我知道你的专长，可是可能我们的观众还不了解，所以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你在这个风水以及玄学上面，你的专长是在哪一方面呢？我本身的专长是这个八字，然后紫微斗数，那么还有就是阳宅的风水。对，好，你也帮很多的企业看过风水嘛？因为你到中国还蛮常去中国，对对对，然后几乎都是企业的邀约是吗？比较多企业、商铺，还有就是一些阳宅咯，就是家宅的一些风水布局。OK，好的，今天很开心能够请到 Max 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真的是好久没见了，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在线上联络嘛，所以我们今天是网友见面，好几年了。对，对，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请到 Max 老师啊。好，今年是应该说是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没有过年啦，所以是过完年之后就是马年了嘛。对，那么今年可以算得上是俗称的火马年，也就是丙午年嘛，对不对？那么这个火马年这把火呢，究竟是会为我们的这个经济带来红红火火，还是说呢会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的急躁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国际间有很多的动乱啊，大家也会担心说到底新的一年会不会有战争等等啊？所以今天第一题要来请教老师的就是，如果你用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来形容这个2026年丙午马年的话呢，你会选什么字呢？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字比较贴切这个丙午年的，就是一个烈字。烈啊，烈，对，这个烈就是那个太阳很猛烈的烈。哦，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烈字呢？就是说烈其实不只是一个很亮很热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说它是一种蔓延。就是蔓延有一种流动的一种感觉，就是烈，就是很狂烈这样子。比方说，就是说我们的世界各地现在的这个局势也是很动荡，它就是说今年可能会蔓延下去。动荡的局势会蔓延下去。对 ，OK。所以比方说你说要缓和的话，可能会比较暂时的话，今年来讲的话，可能就不大可能。OK， 所以我们要希望说今年的这个动荡会缓和的话，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OK， 大家要绑好安全带，今年可能是一个蛮动荡的一年啊。对对对。好，那么大家都说这个九运属火嘛，那么2025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烈，然后呢，会不会有一种火上加火的格局以及感觉呢？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火上加火的一个局势。OK， 为什么这么讲呢？丙火跟这个午马，它其实就是两个都是火，就是天干地支来讲，就是两个都是上天跟地下都是火。就是你刚才讲的火上加火的话呢，它其实局势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越来越旺盛烧到。OK， 那么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命理来讲的话呢，今年可以讲是一个科技爆发年。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说改革的问题之外呢，改变就是说它是代表改变跟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的。其实来讲，在一个进步中的国家来讲，其实是好的。它的变化虽然是有摩擦，但是也是代表一个真相。OK， 所以因为马来西亚我们一直不断的都在讲改革嘛，然后我们也算是一个进步中的国家，所以像是您刚才所说的科技，今年也是爆发的一年，对，我们就想到了 AI， 对，所以今年可能在 AI 的科技的部分，我们大家可以期待它会再更上一层楼。是，其实马来西亚来讲的话，可能它今年会引进更多的一些 AI 的东西，比方说 AI 的汽车啊，一些电源啊、能源的东西啊 ，OK， 它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媒体的发展方面。媒体发展今年也会不错，AI 的东西，对。OK， 好，那到底今年会不会可能有战争呢？因为我相信老师您也去中国时常过去那边你自己在那边的感受，因为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台海的战争。其实也有听到一点点的一些消息风声，或者是自己本身在这个玄学里面的体会，就是说，其实丙午年呢，在过去的一些，就是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这些年份来讲的话，它都是代表着一些改革、一些创新或者一些变化，所以也是有一些是有天灾人祸或者是战争，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性的一个因素在，因为很像。在196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中国也是文革是很动荡的。艾斯也知道这个是，所以我也是跟很多朋友一样都会担心不只是可能台海的战争，现在大家也担心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那你觉得如果是比较台海以及中东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话，哪一个地方会比较可能会发生冲突呢？因为现在它的冲突在我们这个新的一个世纪来讲的话，它冲突可能不是在战争上，可能在货币上，可能在资源争夺上，OK， 这方面也叫做战争。所以我们这几年的话，就是丙午到这个这个丁未，明年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发生的。OK， 好，因为在您来之前呢，我有看了一些影片那有些其他的老师他们就是说，可能就是如果台海要战争的话呢，可能会发生在立春之前。那如果过了立春之后呢，发生的几率就会比较小一点点。基本上这个我从这个命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不会了。OK， 应该是不会啊，你觉得不会发生？对 ，OK， 好，我们真的是希望是不会当然是希望世界和平是没错。接下来其实有没有哪一些行业是我们应该比较注意的呢？就是可能马年会发展的稍微比较慢一点。其实会有其实丙火年就是说它是大火嘛，大火年来讲的话，来的东西都比较迅速、比较猛、比较烈。那么它相反的东西就是比较拖欠的，就比较慢的。就比方说现在我们就是行业里比较慢的东西，就是实体店、一些连锁店，就要囤货的店，他们都比较会走得比较慢。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说。经常就是说，我们有门市的那些店面呢，都是比较差的。现在 ，OK， 哇，这个我相信老师你去中国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很大的体会。会啊，对，在中国我听说他们的线下的商店几乎还有很卷之外，像百货商场，以前我听说上海或者广州，本来周末人山人海，现在都没有什么人对，如果比方说一些实体店的话呢，其实我会建议他要就是说融入这个现代化，比方说你可以就是说自己就是开直播带货或者是做一些 AI 的东西其实都是配合这个时代去经营会比较好。我们说顺水推舟嘛，如果你逆水行舟的话，那其实是很困难的。对，就是要看一下现在的趋势在哪里，跟着这个趋势走。对，就是想办法让你的行业呢跟今年比如说像自媒体今年比较好的话，那就要想办法这样去结合。对，其实要多学习因为
什么年代都好，它都有一个创新的改革，因为改革跟创新都是难熬跟煎熬的，都是很辛苦的这段时间。好，除了做生意当老板的人啊，我想一般的上班族其实大家也都在投资。那今年应该说来年啦啊，即将来到这个马年啊，我们在股市投资，还有房地产投资，或者是说加密货币等等这些方面，你觉得整体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子呢？整体的表现的话呢，现在很多人就说这现金为王嘛，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说 keep 这个现金他其实不是说 keep 这不花，他只是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投资的机会。其实今年来讲的话呢，其实比较明朗的话就是那些科技股啊。能源股啊，其实这些都是能够去尝试去投资的今年来讲的话，其实是那个走势是不错的。OK， 就像刚刚老师你讲的嘛，就是这些行业基本上都会发展的不错，所以他们在股市上面，可能大家也可以去思考啊。对。那在这个年代，像老师刚才所说的现金为王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大胆的去投资？有没有哪一些投资布局上面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或是有没有哪一些行业你觉得说要比较谨慎一些的？其实比05年来讲的话，我们要投资的，我们就要跟这个跟火有关系的行业。因为现在九运来讲的话，其实未来20年都是跟这个火离不开关系。比方说这20年来讲的话，自媒体会越来越发达，然后 AI 东西会越来越夸张，就是他们的走势是从这个火蔓延下去的这20年。所以这20年来讲的话，你投资的方向的话，从这个火的形式去投资就对了。OK 顺着火去投资就对了。因为火的行业太多了，坦白讲，饮食业也可以算是火。OK，它也是算是火的一种，然后就是说现在比较明显就是说那些能源的一些就是说除了 AI 就是一些媒体的这些都可以投资。了解。好的 ，Max， 接下来也是不免俗的啦，我们要来聊一下生肖啊。每一年其实大家都会很关心，到底我的生肖今年会发展的怎么样子啊？网络上面有很多相关的影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比较铺开来谈好了，就是今年到底有哪一些生肖是你觉得运势其实是会不错的？会不错的，对，会比较好的，黑马的。对OK， 如果是生肖比较好的，肯定是属羊的，因为羊跟这个马呢是六合的话呢，今年它的关系是，就是说在它的地位上啊，它的财运啊，它的这个感情上啊，都是比较稳定、比较好的。然后它吉星也是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话，这个属羊的会比较顺风顺水一点。OK， 那如果是属羊又刚好是白羊座的话呢？白羊座更帅了。火上加火，火上加火。OK， 好，那像属马今年算犯太岁吗？是，对，它是犯太岁的。是，那除了马之外，还有哪一些生肖是犯太岁的？今年有属马的、属牛的、老鼠跟兔子都是犯太岁。那么属马的话呢，今年可能他出远门的话呢，可能要注意这个意外。出远门这个驾驶方面就可能要小心这个意外。那么就是身体健康问题，还有就是工作上可能个人比较烦躁。比较多阻碍，因为犯太岁的话，一般上都是比较多阻碍的。今年，然后就是说财运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OK， 好，那是怎么办？应该去安太岁吗？这安太岁是其一啦。那么其二的话，今年的话可以的话，就是说，在这个5月，农历5月，我们可以去这个洗牙。OK， 洗牙齿，然后或者是捐血，然后就是破开这个关。OK。了解，好，那除了属马之外呢，你刚才也有提到一些不同的生肖啊，会不会是不同的生肖在面对这个犯太岁的时候处理的方式会要不一样，还是其实都差不多？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比方说属牛，今年它是这个亥太岁，亥太岁的话呢，它就是说是非比较多，是非比较多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说，今年工作上或者是在人员方面我们做事低调一点。就是做事低调。
说啊，这个是属牛的这个问题。OK，那然后就是属这个兔子的话呢，他可能今年的话工作上面比较多阻碍，工作上面多阻碍的话，我们就默默耕耘吧。今年就不要去这大展拳脚啊，或者是去做太多夸张的铺张的东西啊。OK，那么老鼠今年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不好的杀星叫大耗，就是耗财的耗。大耗的话，今年的话可能它会比较多这个破财的问题出现。那么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说，把那个钱就是花在一些值钱的地方，比方说一些投资啊，或者买一些金块。如果有多余的钱的话，如果没有多余的钱的话，就可能我们尝试开2个户口，同名的户口开2个，然后一个是来往户口，就是说每个月都会拿到薪水的，然后另外一个户口的话就拿来存钱，那是不动的。了解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避开这个大耗的一个问题。OK， 老师提供了一个可以避开破财的一个方式，这个很好的方式。OK， 的确是有帮助到挺多人。是。好，其实之前老师很像也给我这样子的建议啊，我很像就是实行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就忘记，难怪我还一直不断的在破财啊。好，谢谢老师的提醒，有财破也是一个好事。说的也是啦。好 ，Max， 我私心问一下，那龙年在马年，他们都说龙马精神嘛，对，会不会属龙的还不错？因为我自己是属龙的。你是属龙的，是属龙的。今年的话，其实它是平稳。OK， 平稳为主，但是它另外一个好处是说，今年它的贵人缘很好。OK， 贵人缘好，所以在工作上面的话，如果他深耕的话呢，今年会遇到一些贵人提拔。是，好，我就遇到了第一个贵人啊，因为过年之前就遇到了老师。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财位好了。今年的正财位跟偏财位，其实在哪一个方向呢？然后我们又应该要摆什么来旺财？好，那今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财位呢，是在这个正北跟正东。那么正北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横财的位置，那么正东它是一个正财。那么2个位置你都可以摆放东西的。那么我的摆放方式是很简单的，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那么在这个正东呢，我刚才有提到说它就是一个我们讲一个正财位，就是一个正常打工就是正财的一个方式赚钱的人，他可以摆放东西。1杯水就可以了。OK， 为什么呢？正东其实是一个属木的一个地方，属木的一个方向。那么水能生木，然后能够催旺那个地方。OK， 那老师你说要放水，那个水一杯水是要经常要替换吗？当然了，对，不然会生蚊子。对，经常替换的，对。OK， 好，我有听老师说过，其实要招财的话呢，居家的环境，整洁是很重要的，是吗？是啊，其实除了这些我们说一些摆设之外呢，我们第一个就是采光，家里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屋子的采光要很到位。OK， 然后还有就是整洁咯，干净。它其实是家里的那个整洁或者是那个顺序排不排的，就是整齐的话呢，跟我们的人大脑的思绪其实是一样的。OK， 好。但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天气很热，然后很多年轻人可能都很习惯，不管是白天也好，或者是晚上也好，都把窗帘关起来。老师，你会鼓励大家这么做吗？还是你觉得肯定是不好啦？是哦。对，其实我们把这个我们说这个生气。就是风湿的话呢，其实家里那个衰气比较重的，衰的气，衰气就是说我们人会容易生病啊，或者是斗志没有这么好啊，做事情比较懒散啊，所以其实第一要见到采光啊，要阳光啊 ，OK， 第二那个通风啊。OK 风水嘛，风都没有，哪里有水呢？好的，那有没有哪一些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在财位上面，比较避忌去放的东西？在财位的话，其实财位刚刚有提过的一个正东跟正北的话呢，如果是比方说今年他们的这2个位置，都在自己家的厕所。厕所位置，那么最好的话，那个厕所不是不用啊，是把那个门关上。要经常关上。OK 经常关上，要经常关上。对，好的，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是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想要知道的。因为比方说他们知道了今年的财位在哪里，但是他们的财位就很懊恼竟然是在厕所。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现在我就顺便就带过这个问题吧。了解。好，那么
再来年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可以给到企业？我们刚才有谈到嘛，就是不同的行业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但是在今年整体上面，在企业经营的部分的话，你会大概给大家一些怎么样子的一些提醒呢？那么今年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企业，他们都是会很有那个冲力去扩展的。因为丙午年他们也是有一种带着那个烈火那个现象，他们想要把这个市场做回旺去。那么其实这个做是可以做的，但是第一是量力而为啦，第二就是那个储备金，就是我们讲这个现金方面，这个流动资金方面自己要估算好，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年来讲的话，其实会有很大的竞争来的。OK， 因为丙午年来讲，它就是一个竞争年。如果你本身你的企业如果想要在今年做大做强的话，除非你的资金真的很够。了解。那我每一年呢，如果去看一些风水运势，不管是影片也好啊，或者是有些老师给我的提醒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属龙的关系，总是会提醒我说要注意口舌的问题，要注意就是讲话要小心，不要不小心得罪别人，什么等等的哦。那今年又是哇这种火上加火的一年的话，是不是今年会有特别多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啦？那是会的。OK，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避免？还是说其实不用避免，我们就冲突吧，越冲突越火？其实我们这个玄学来讲的火呢，它是主礼貌的礼。那么火太旺的话，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极必反。OK， 物极必反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大家都就是都争执了，我们就吵下去吧。他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OK， 那么其实吵下去的话，就吵鸡儿动武，那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OK，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自己多一点克制吧。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让这个情绪带动我们嘛。OK 好的，要自己多一点克制。老师这句话我会记得。对，像每一年的年尾的时候，我都要克制自己。今年还是在谈吐上面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些，自己小心一点啊。好，最后请老师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吧。你觉得马来西亚接下来的一年的整个的经济局势会怎么发展？有什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今年呢，其实呢，马来西亚它是一个一直以来我们马来西亚都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稳中求进步的一个国家。虽然他们今年会有一些就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一些博弈，一些赛道上面的比赛。OK， 无论是怎么样的纠纷，今年来讲的话呢，其实如果他们的方向都是为了我们马来西亚好的话，其实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竞争。所以其实今年在我们马来西亚来讲的话呢，改变跟这个改革其实是一个好事来的。OK， 好的，我们的令吉今年还会继续升吗？今年华哥会带着他继续升的。OK， 哇，看来老师对首相很有信心。有是。好，那非常谢谢 Max 老师今天来到开门见山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意见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你回来。谢谢。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 Max 老师的这些宝贵意见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